杰克今年30岁，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建筑设计师。3个月前，他被公司派到了中国分公司工作。中国的生活对他来说非常新鲜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。他正在努力学习汉语，想和大家交朋友。办公室里有一位叫陈宇的女同事，她长得非常漂亮，笑起来也很温柔。杰克第一眼看到她就很有好感。陈宇不仅工作认真，而且对新来的同事也很热情。每次杰克遇到不懂的问题，陈宇都会耐心地帮助他。杰克觉得陈宇对自己可能也有一点意思，他决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邀请陈宇一起吃晚饭或者喝咖啡。一个星期五的下午，工作快要结束了，杰克走到陈宇的办公桌旁边，紧张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。嗨，陈宇，杰克试着用标准的汉语说，这周新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，我想邀请你今晚一起去尝尝。陈宇抬起头，脸上露出了标志性的微笑。他看了一下电脑屏幕，又看了一下杰克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哎呀，杰克，真的太不巧了。陈宇温柔地说，我今晚刚好要帮经理整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。杰克有点失望，但是他理解工作很重要。他说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可以等你也忙完了再去，我可以等你。陈宇摆摆手，笑着说，不用啦，这可能会弄到很晚，你工作了一天也累了，你先忙，快回家休息吧。杰克听了，心里暖暖的，他想，他真体贴，虽然他自己要加班，还担心我太累，让我先回家休息。杰克高兴地回到了家，他觉得陈宇拒绝他是因为工作原因，而不是因为不喜欢他。他决定下次再试一次。过了几天，杰克在茶水间遇到了陈宇，他正在泡咖啡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杰克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。陈宇，周末你有空吗？杰克问。如果不加班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公园散步，听说那里的花开了。陈宇拿着杯子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他依旧保持着那个礼貌的微笑，说，周末啊，我好像已经有约了。是和家人吗？杰克好奇地问。他觉得只要不是男朋友，他就还有机会，他不想这么轻易放弃。陈宇含糊地说，算是吧，有一些私人的事情要处理，真的很抱歉，下次有机会再说吧。说完，陈宇看了一眼手表，接着说，哎呀，会议马上要开始了，杰克，你先忙，我得先走了。杰克看着陈宇匆忙离开的背影，心里又出现那个词，你先忙。他想，这一定是一句非常客气的祝福语。杰克回到座位上，打开手机词典查忙这个字，意思是 busy， 你先忙，就是 you busy first。中国人真勤奋，杰克感叹道。拒绝别人的时候，还要提醒别人去工作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这是一种鼓励。过了2个星期，公司举办了一个庆祝晚会，大家都拿着酒杯在聊天。杰克穿了一套很帅气的西装。他
他看到陈宇一个人站在窗边，手里拿着一杯果汁。杰克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过去。这次他很有信心。晚上好，陈宇。杰克笑着说，今晚你不用加班，也不是周末，我们可以多聊聊天吗？陈宇似乎有点惊讶杰克又来了，他礼貌地笑了笑，但是身体稍微往后退了一点点。这个动作很细微。当然可以聊天，陈宇说。不过，我刚才看到赵经理在那边找人，好像是在找你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杰克回头看了一眼，赵经理正在和别人大笑，根本没有在找人。杰克觉得很奇怪，陈宇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看错了可能，陈宇马上改口。但是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得去洗手间补一下妆。杰克，你先忙。又是你先忙，这次是在晚会上。杰克根本不忙，他手里只有一杯酒，没有任何工作要做。杰克困惑地站在那里。这时，他的中国好朋友，也是同事，叫刘洋，走了过来，拍了拍杰克的肩膀。嘿，杰克，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发呆？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啊。刘洋关心地问。杰克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刘洋，他说：“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总是让我先忙，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忙一点？”刘洋听完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他笑得差点把手里的酒洒出来。杰克看着刘洋，更糊涂了。杰克，我的朋友。刘洋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。你误会了，在中国文化里，你先忙通常不是让你去工作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杰克问。他3次都这么说，而且每次都说得很客气，带着微笑。刘洋解释道，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，也可以说是结束对话的信号，意思是请让我离开，或者我不想聊了。什么？杰克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但是字面意思是 You go busy 啊，我以为他在关心我。中国人很讲究面子，刘洋说，直接说我不喜欢你，或者走开，太伤人了。所以我们用好听的话来保持距离。杰克回想起之前的场景，第一次是加班，第2次是借口有约，第3次是去洗手间，每次结尾都是你先忙。原来那不是关心，而是逐客令 an order to leave。 杰克突然觉得有点尴尬，脸都红了。别难过，刘洋安慰他，这说明她是个有礼貌的好女孩，她不想让你难堪，这也是一种社交智慧。杰克叹了口气，喝了一口酒。中文真难啊，不仅要听懂字，还要听懂话背后的意思。没错，刘洋说，类似的词还有改天请你吃饭，通常意味着改天永远不会到来。杰克苦笑着点点头，虽然被拒绝了，但他觉得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。他决定以后要更注意这种潜台词。第2天上班，杰克再次见到陈宇，这次他不再试图约他了，而是像普通同事一样打招呼。早安，陈宇。杰克微笑着说，陈宇也笑着回应，
早安，杰克。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轻松了很多。杰克开始专注于工作，不再纠结于感情。可是，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。这个新学的短语很快就派上了用场。周末，杰克在家休息，突然有人敲门，他打开门，发现是住在隔壁的一位非常热情的邻居阿姨。阿姨手里拿着一盘饺子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。哎呀，小杰克啊，你一个人住吧，我刚包了饺子，给你送点。杰克很感谢，收下了饺子，但是阿姨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她站在门口，开始问杰克的各种隐私问题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你有女朋友了吗？我有个侄女也是单身，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？阿姨越说越兴奋。杰克觉得很头疼，他想回去看电影，不想聊工资，也不想相亲。但是他不想对阿姨不礼貌，毕竟他送了饺子。突然，杰克想起了陈宇，想起了那句魔法咒语。他灵机一动，脸上露出了和陈宇一样礼貌的微笑。阿姨，太谢谢您的饺子了。杰克打断了阿姨的话。我刚才正在和一个国外客户开视频会议，还没开完。阿姨愣了一下。哦，周六还要工作啊？这外国公司也这么忙啊？她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打扰杰克工作。是啊，时差问题嘛。杰克指了指屋里，然后温柔地说：阿姨，那您先忙，我得回去继续开会了。阿姨听到了这句熟悉的您先忙，立刻点了点头。好好好，工作重要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快进去吧。阿姨转身离开了，杰克关上门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他靠在门上，看着手里的饺子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原来这句话这么好用。杰克自言自语道，他终于掌握了这门高深的拒绝艺术。第二天，杰克在电梯里遇到了刘洋，他兴奋地把昨天用你先忙成功送走邻居阿姨的事情告诉了刘洋。刘洋听了，竖起了大拇指。杰克，你现在的汉语水平不仅是 HSK 4级，你的中国社会生存等级也升级了。电梯门开了，陈宇刚好站在外面。他看到杰克和刘洋笑得很开心，也好奇地问：什么事情这么开心？杰克看着陈宇，神秘地笑了笑。没什么，我们在讨论一个非常有用的汉语词汇。陈宇疑惑地看着他们，杰克接着说：陈宇，今天要不要一起喝咖啡？如果不方便，或者要加班，我就先忙了。这一次，陈宇听出了杰克的幽默。他知道杰克已经明白了以前的那些拒绝，他的脸稍微红了一下。今天我不忙，陈宇笑着说，而且我也确实想喝一杯好喝的拿铁，下班后见吧。杰克惊讶地看着陈宇，刘洋在旁边轻轻碰了他一下。嘿，这次是真的，他没有让你先忙。杰克非常开心，他发现，当他不再刻意追求，并且懂得尊重别人的潜台词时，关系反而变得更自然了。从那以后，杰克越来越喜欢中国文化。他知道语言不仅仅是词汇的组合，更是人与人之间心的交流。